张雪80。这个哨声不看车的话，我以为是凯旋来了，真的跟凯旋一模一样那个声音。这台是工程样车，车架编号是38，是属于最早的那一批。它的使命就是拿来制造问题、发现问题、解决问题。大家比较在意的都是机器优化、使用寿命、用料如何，外观件几乎可以说忽略不计。外观形状只能说萝卜青菜各有所爱，很难满足所有人的需求。空滤这个设置拆装很方便，这位修理工我觉得这个是非常的人性化。更换的时候你只需要拆开油箱上盖就可以拿出来了。废气管上的油证明这个车造的非常狠，好多地方是跟试售车是不一样的。只要车上哪个地方不一样，就证明已经被优化改进了。大件主体呢，应该是不会变的。如果那个大件主体都能优化的话，就证明这个问题非常的大。这个软胶扣以前普遍是在欧系车上用的比较多，杜卡迪用的最多，杜卡迪、奥古斯塔、KTM 都有，像飞轮边盖它是没有的，所有工程样车它都是不装的，这不是我提前猜的。电子节气门它最大的优点，真的最大的优点就是能装双向快排，这是拉线油门装不了的，拉线油门只能装单向。我们抛开那些什么线性啊，那些什么操作细腻之类的，就是说抛掉那些你们听不懂的话语，就知道它能装双向快排，就是它最大的优点。点火线圈好像有点眼熟，好像是跟赛六一样的，但是长度也不一样，这个后期一样的。重要的一点是每个点火线圈上面都有油渍，这个地方渗就有点麻烦了，还能看得到上面还有一点点油渍，亮晶晶的，可能手机看得不太清楚。800的排量就已经开始使用油水霜了，就证明它的功率不低，热量肯定也不低。每一台车的排水螺丝都是在水道的最低点，你按照这个逻辑去找，绝对没有错。散热风扇做了2个，一大一小，插头记得做个标记，拆的时候只会对你有益，不会有错的这种小细节。作为修理工，我是很讨厌这个后边叉穿在发动机上的，因为拆的时候太麻烦了。它的优点就是能缩短轴距，减轻一小节的重量。中间的胶垫它偏硬，它不像边上那么软，这应该就是它漏油的原因。打开最显眼的就是这个正时链条，太粗了。这个镂空的压盖布局，我觉得有点眼熟，你让我想1秒钟。对了，奥古斯塔就是这个布局，它镂空就是为了减轻重量。火花塞好像是火炬的，既然是这样，那对正时肯定跟奥古斯塔相差无几。在没有用纸芯摇臂的情况下，还给凸轮轴打洞，润滑肯定是够的。宝马就是死活不干这个东西，但是这个2缸排气这个凸点有一点点磨损了。它是哪一个缸凸轮轴内八或者外八，就是这个缸活塞到顶，对正时就以它为准。这个加长的张紧器，原来它是这样优化的，我瞬间都懂了。张紧器后半截它加长了，就更具稳定性，张紧器就不容易跳齿。奥古斯塔的 MV800它就容易有这个毛病。我看看它这个凸轮轴能不能进排气装反，可以的。上下都可以随便装，因为它没有太明显的标识。为什么要这么试呢？因为奥古斯塔它就是装反不了的，进排气它的宽度是不一样的。如果你拆到它，记得提前做个标志，不然容易搞混。
顶杯是做了涂层，但是下面顶杯是一体的，不过调气门要带顶杯一起换。这里肯定有2个堵头，你别问我怎么知道，因为 MV800它就是这个布局，它堵什么？堵的就是油道，不然这个油从这里泄下去就完蛋了。张总，你别告诉我下面带动正时的也是用平衡轴哦，这样的话我可是嫌弃你了。奥古斯塔因为那个问题一直不改，导致很多人嫌弃它，因为那里太容易出问题了。我想着说钢垫能不能通用，肉眼看上去明显大了许多，挑毛病的时候到了，想想我就想笑，因为我刚好有一个奥古斯塔的钢头，这个是气门打歪的，先放一起对齐一下。80的明显要大，但是它的节温器布局是一样的，排气也是方形，80也是一样，还有杜卡迪跟 CBR1000都是一样方形的，堵头旁边的布局还是有点差别的。哎，白高兴了，拿根80的气门装进去，看能不能通用，给奥古斯塔车友谋点福利。这是能通用吗？但好像大了一点，先别高兴太早，感觉大个1毫米左右，卡尺量一下就知道了。32点多毫米，再量奥古斯塔的31点多，少个半毫米左右。气门那个凸点你可以无视它，它可以凹，但是不可以凸。哎，可惜了，长度也不一样，装不了。这足以说明我们国内的气门随便做了。你可以去查一下奥古斯塔的一根气门卖多少钱，查完你就会发现我为什么要说这一句话了。果然，人在做坏事的时候最不嫌麻烦。刚才忘记说了，凸轮轴是锻造的。其实我觉得这已经不算是什么优点了。过100匹的车，凸轮轴、连杆、活塞、曲轴、中钢，这些都是最重要的，肯定是用锻造件呢，这些东西都不用想了。我是最喜欢它这根超级粗的正时链条，是博格华纳的。最重要是发现车子的缺点，优化改进，不然你什么都白搭。本来想在这个黑色软胶这里给张总提个醒，让他打胶，没想到他已经打了。果然，最懂修理工的人还是修理工。目前市面上所售的所有车，我说的是所有，出厂这个位置从来不打密封胶的。只要开一段时间，这个地方都会渗油阴油。你不信可以去看任何一台车，这个地方漏最多的就是 KTM， 尤其是欧系车，因为它温度太高了，机器着车就热，停车就冷，橡胶件在反复的冷热，反复的收缩，它这样就漏了。在这一点上面必须给它点个赞。离合器是没做什么处理的，应该是早期试车的时候，在不影响性能的情况下，能多省成本就多省成本，因为这个是后期要更换的。这个离合片好像是叫长命离合片，能被这样测试它还不坏的，就证明质量可以。离合大鼓是长新的，离合这一套它后续试售车辆肯定会换，肯定不会是用这一套。这张有离合垫片，它为什么设置在前面呢？我有点想不通，因为设置在后面的话，它可以防翘头；是在前面的话，应该是有点主油的感觉。具体我一下子没想通，我暂时想不出来它的优点在哪里。这个油底壳跟垫片是已经改进过了，跟试售车辆完全不一样的。油道上的胶圈压扁了一小块，掉了一小块肉，应该是装的时候没抹油。不过这个大家放心，这个已经改进过了，整个油底壳都改进了。因为这个气压阀召回的问题大家都知道了，它还增加了一个铝挡板，你看这个胶圈还躺在里面，我这个机器连铝挡板都没有呢。这是大家摆在明面上能看到最明显的升级地方，它这个螺纹上面还有螺丝胶，所以说不可能松动得了。出问题的第一时间我都跟张总说过换成铜垫或者铝垫，大家也有这个想法。现在看来，只要安装顺序没错，这个是不会出问题的。可是我感觉我手上的这台机器情况不太乐观啊！你想嘛，铝挡板也没有，那个胶圈油底壳胶圈也少了一小块肉，它能好到哪里去呢？机器的哨声就是这个东西发出来的，在平衡轴上面做了一个错齿，紧咬曲轴，它就会有哨声。凯旋就没有坐在这里，凯旋是坐在离合大鼓上面的，安装的时候相当困难。副轴的轴承用的是人本，主副轴都是一样的，
奥古斯塔跟 MT-09就没有做错事，他们两个就容易大鼓响。瓦片是已经爆瓦了，算是轻微爆瓦、早期爆瓦那种吧。再开的话，可能它就是下一个爆缸。瓦片用的是大同瓦，瓦片它是刚刚好达到没有韧性，就是没有弹性嘛。瓦片装上去能来回推动，就证明它的弹性已经失效了。就跟我刚才说的一样，小问题不优化，你再好的材料也白搭。曲轴上面好多划痕，好多那个瓦片的涂层粘在上面。曲轴呢，当然是锻造的了，不用想。连杆也是锻造的，但是不是杖锻工艺。活塞是正挺的，活塞倒是没有拉，些许划痕可以忽略不计，少许拉痕还是有的。陶瓷基缸一样拉，曲轴都顶不住了，你缸凭什么顶得住，对不对？缸是朝阳气缸，不用管它，装回来也随便用。排气这个尾端，我是没想明白到底是怎么弄的。我跟张总说是不是空挡轰油门烧烂了，他说就算轰油门狂烧也不可能烧成这样子，无法想象这台车它被造的有多狠。分体缸的好处就是缸坏了可以单独换，如果是一体缸呢，缸体坏了它就要换箱体，它是一套的，但是下箱体跟上箱体又是一套的，它没有编码，如果你不一起换，它编码不对，它间隙是不对的。总结来说，它更像是一台优化后的奥古斯塔机器，就是把所有缺点都优化了。以上仅代表我个人观点。零件已经全部洗干净了，还是很多铁粉啊、铝粉之类的，反正亮晶晶、亮闪闪的。只换了瓦片，曲轴上面的划痕给它稍微抛一下光，加工一下，基本上就可以了，因为它没有陷到很深。基本上呢都是轻微的划痕。拆的时候我说它像奥古斯塔机器，有人赞同，有人反对。我个人觉得吧，它除了缸头的布局跟奥古斯塔差不多，其他完全不一样，尤其是下半截，一点奥古斯塔的影子都没有，更多的是自研。对比 CBR 650逆向研发的私生子，它真的好太多了。这个油底壳就是现在改进后的市售版本的样子了。对比旧的原来机油滤芯在这里，它现在已经改到后面了。机油滤芯也不一样，原来很长，现在变成很短，中间还有个隔板。机油滤芯改成这种短款的，就是这个样子。垫片原来这么大张，现在也改成这种小张的了，因为它中间已经有隔板了。吸油滤网也会跟着油底壳改动，要不然的话不合装的。原来是比较短，现在是加长。活塞顶部是有高温涂层的，洗完之后还是黑乎乎的，就好像没洗一样。清洗零件的时候，我仔细看了它的油道布局，一个零件的光洁度、毛刺，各种看，觉得它的做工已经是相当的好。各种零件的布局都是简单易懂，没有想象中那么复杂。安装呢都是怎么方便。凸轮轴上面是有标记区分的，一叉就是排气 ，IM 就是进气。拆的时候我没怎么看，我以为跟奥古斯塔一样没有标记。正式安装的时候也是比较简单易懂，不像奥古斯塔那样搞4、5个对点给你对。安装的时候一定要记得把这个黑色的油堵放进去，不然装完你会发现怎么突然间多了2块黑乎乎的东西。最主要是它会泄压，轻则拉凸轮轴，
重则拉曲轴。激烈的驾驶离不开机油的润滑，这次加万威双色，好油不怕辣，随便180。如果你是新车，我是强烈要求你回售后保养油水，如果不方便去，也尽可能的想尽办法让售后给你寄油水。自己没有能力更换，就附近找个师傅给换上，因为你不在售后保养，你是没有质保的。这一点上我是非常的认同。等你质保期过了，再去加外面的油水。很多新车过来保养，我都会先问一句：你这个车还有没有质保？如果有质保，让厂家发机油过来，我给你换上，这样你怎么开都放心。我们找了一节这个封闭道路，就是完全没有通车的道路，这个不是开玩笑的，找一节完全没有通车的道路，测试一下车子的性能。顺便说一下，它这个仪表的模式进入，摁一下这个，它就进来了。它一共有5个模式，这个是雨天，这个是日常，这个是公路，这个是2个是自定义的，就是说你喜欢怎么玩自己去设置。这个 PTO 就是动力输出，它的3格就是最大的输出。这个 EPC 它就是那个发动机制动。雨天模式的话，它的输出动力只有1格，日常的话有2格，公路的话是有3格，就是发动机输出最大的。剩下这2个的话是靠自己去设置，你需要关闭 ABS 啊、TC 啊之类的，它是触屏的，也可以通过这个按键去摁。不过这个有点麻烦，最直接的就是你直接点进去，点进去之后你确定这个模式，你直接打火就行了，不需要说什么去碰的。